我常常听到我的学生说中文很难，但是我也觉得瑞典语很难。那是因为这两个语言非常不一样。我以前以为 fika 的中文是喝下午茶，可是后来发现，在瑞典什么时候都能 fika。我觉得 fika 这个词是瑞典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嘿，阿里乌巴，你们好，我是 Tizzy 陈老师，你们今天好吗？Välkommen till min podcast på Mandarin. Ni kanske undrar varför jag pratar svenska? Eftersom idag ska jag prata om mina erfarenheter av att lära mig svenska på Mandarin. 今天我要跟你们说说我学习瑞典语的经验。我为什么学瑞典语？我觉得瑞典语怎么样？为什么学习瑞典语对我很重要？If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visiting my channel, welcome. I do a podcast and mini lessons for beginners and intermediate learners. Have you listened to my previous podcast with my students about experiences learning Mandarin? Don't forget to check them out after today's episode. If you want to practice your listening skills, you should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and click the bell icon so you get notified when I upload new videos. Do you also want to improve your pronunciation? Be sure to check out my tone drills and follow me on my Instagram and Facebook. Nu börjar vi. 请你介绍一下你自己。大家好，我是陈老师，你们也可以叫我 Tizzy。我来自台湾，现在住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你为什么要学瑞典语？因为我住在瑞典，所以当然要学瑞典语。我想了解瑞典的文化和生活，也想帮助我的学生们学习中文。如果我懂瑞典语，就能知道中文哪些地方对他们来说是最难的。还有，我觉得会说瑞典语很酷。世界上说瑞典语的人不多。要是有一天我去一个很远的国家旅行，听到有人说瑞典语，我就会觉得特别高兴。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我是2015年开始学的。那时候我有比较多时间，所以常常自己用课本学习，坐在书桌前好几个小时，然后跟瑞典朋友们练习说瑞典语。有时候我也上课。你还在学吗？对，我还在学。你学了多久了？我学了6年左右了。你每天都学习瑞典语吗？不是每天。如果我每天都能花好几个小时学习瑞典语，现在我的瑞典语就会很流利了。但是我得工作，我觉得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容易，特别是刚开始学习一个新语言的时候，你得花很多时间习惯它。你觉得瑞典语怎么样？瑞典语很难，可是很有意思。我喜欢学习瑞典语。语言代表国家的文化。学习瑞典语帮助我了解瑞典这个国家。为什么你觉得瑞典语很难？这个问题很有趣。我常常听到我的学生说中文很难，但是我也觉得瑞典语很难。那是因为这两个语言非常不一样。比如中文我们说一，但是瑞典语有2种说法 ，an 和 at。
就像英语的 a 和 an。瑞典语没有规则告诉你什么时候用 an， 什么时候用 at， 我只能用背的。但是中文就容易多了，我们只说一。你第一个学到或是听到的词是什么？我想是黑。为什么？我常常听到有人说黑，意思是嗨。说再见的时候也用这个词。你觉得最有意思的词是什么？是 fika。我以前以为 fika 的中文是喝下午茶，可是后来发现，在瑞典什么时候都能 fika。我觉得 fika 这个词是瑞典文化重要的一部分。我以前常常自己学习，然后跟瑞典朋友们练习说瑞典语。可是如果我有一个语法问题，我的瑞典朋友们就不知道怎么跟我解释语法规则了。他们只知道我说的对或不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后来我比较喜欢跟瑞典语老师学习，而且现在我没有那么多时间自己学习了。我觉得跟一位专业的瑞典语老师学习，我学的比较有效率，进步的也比较快。平常我也看瑞典的电视新闻和电视剧，也听播客。瑞典有很多很好的学习资源。我最常看的是 Nyheter på Läppsvenska， 他们用比较简单的瑞典语报道新闻。我也能找到很多适合我程度的电视剧。我也喜欢一边听播客，一边做我自己的事，但是他们说得很快，所以我听不太懂。我就把它当作听音乐，我得习惯瑞典人说话的速度和语调。So, that's all for toda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about today's episode and my experiences learning Swedish, you can share them in the comment section below, and I will answer them in the future episode. If you like this podcast, please give me the thumbs up. See you next time. 再见。